关税是川普的武器了哈。他打算从2月开始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加征25%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那个党魁都给他搞倒了哦，是那个帅哥给他搞的都已经在加拿大混不下去了。然后呢，川普受邀哦，说今年会访问中国大陆，大概习近平的通讯说啊，欢迎你来中国大陆啊等等哈。那所以今天也没提对中国加关税，美国媒体说明显对中国的态度软化啊。那葛莱仪刚刚老沈讲，葛莱仪说川普不太可能主动用台湾做筹码。不像上次啊，第一次的时候还打电话给蔡英文啊，说他买我们的武器啊，打个电话给他怎样啊？所以大概不太可能啊，用台湾做谈判的筹码了哈。而且不能排除中国会武力犯台，所以呢，他可能要做好准备。美国必须增强他的能力，以便在台湾受攻击的时候呢，能够震慑威胁老共啊。那另外呢，这个川普一直希望建立个人关系，比方那时候我跟这个俄罗斯那个普丁关系很好，我跟金小胖关系好，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他都不讲说美国跟中国关系哦，美中关系，他只讲呢这个川习关系，个人的关系哦，我跟他是好朋友啊，我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哦，喜欢讲这个啊。那北京也没有那么傻了哈，北京他研判说他可能是先软后硬，你包括他现在好像对我们还不错啊，没有立刻就要加关税啊哦。但是呢，跟习近平通电话啦，在就职前3天呢，也可能100天内要到中国访问了。但是他是先软后硬，所以前100天是关键。因为事实上他们也讲，美国总统那100天是最重要的了哈。不过他已经不是第一任了哈。那百日想要会习近平，但是呢，北京方面认为呢，美中关系也绕不开台湾问题了。北京一定在强调台湾是我核心的利益的核心利益，你绝不能这个超过红线啊等等哈。那不过呢，这个关税来，这个你是专家，施宝生怎么看？这个我要提一下哈，他提到说要对墨西哥，然后对这个加拿大要课关税25%，这个让我很讶异哦，因为他们3个国家是 NAFTA，NAFTA 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区域整合啊，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啊，就类似像东协一样，ASEAN 10国，东南亚的10个国家，彼此之间是零关税的。它那个最有意义就是零关税，所以呢，在当初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台商很聪明啊，《天下》杂志还是这个什么周刊有大幅报道说台湾人不够聪明呢。这些台商们啊，先到这个加拿大或者主要是墨西哥那里便宜，土地便宜，人工便宜，去那里设厂，所以就跑出来一个说在墨西哥的温州城，哦，就跟大陆那边一样，昆山或者温州就这样子，这个就你会发现说，把这个墨西哥啊，你就要中国化了，说我来这里设厂，以后呢零关税，结果现在他一签字。25%，这个东西，这个人家觉得怎么这么奇怪？跟在大陆生产差不多了。怎么会25%？那这个拢无去啊嘞！你去墨西哥也要去加拿大也要啊，墨西哥这个总理又被吃豆腐，说变成他的51州。我这里面呢，从这里隐约他签这100个行政命，隐约看到这个叫什么？川普大帝。你在讲叫普天大帝啊，现在是川普大帝。你注意看哦，包括巴拿马，包括格陵兰。包括这些，你就发现到它有一点点那个味道出来，扩张主义出来的，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而他的一个方式是什么？你看，他普丁是好朋友，所以看起来俄乌战争快要结束了。好，你看他还没有上任，马上以他的问题争端，好像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然后现在跟中国大陆之间台湾的问题又怎么样？大家原来就说哇，跟美台关系多好多好多好，可是川普呢？是抓不准的啊，抓不准的。台湾问题是怎么样呢？我认为虽然刚才提到老沈提到说这个贸易顺差，我查到了资料，贸易顺差超过500亿了哈。有人讲到500亿、600亿之多，越来越多，看什么时候数字了。所以要把这个变成说跟他采购。萧万长以前你讲的对，萧万长以前就有一个采购团，偏偏跟他采购，但是呢，川普还是要台湾买他的武器一定要买，这也是顾立雄在立法院非常清楚讲的，而且所有的这个左内阁的官员都讲了，未来对美国的军购会增加，国防预算会增加，这一部分来讲的话，清清楚楚就看得到，
他还是希望台湾多买他的武器。那你说再买其他东西，当然可以啊。你只要是跟他做生意。那最后一个我要强调一个东西啊，他这里面强调一个关税，跟拜登呢就很大不一样了。拜登是什么说？来台积电你来这里啊，我给你补贴这个60几亿的美金，说现在15亿美金已经先到手了啊。台积电讲的，川普不是啊，川普就是我关税，以后没有什么补贴了。关税把你弄得很高，你不得不来我这里设厂。你到墨西哥去，我一样课25；到加拿大去，我课25。所以乖乖的来美国设厂，让美国可以增加它的就业机会。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这个美国的物价一定上涨啊，全球的物价一定上涨啊，其他的国家的币值一定贬值。最后一个我要提一个东西，这个是很少人注意到的。我注意到一个东西，他发行一个川普币啊，川普币啊，他太太搞个币，这个币啊，米嘛是吧？民营币，民营币是川普币的啊。它结果从0.18这个短时间呢，涨到12.15，涨了26倍，涨了26倍。他太太也到了5块了啊，几十亿美金呢。就几十亿美金就马上放在口袋里面了，赚他的40几十亿。因为川普他控股公司自己就拥有80%哦，80%的民币是他自己控股公司拥有的，所以他赚的钱其实是川普赚的钱。那我补充一点，我再补充一点，原来这个其实有点违反那个政商关系，对不对？利益的，老美好像这种事情前一阵子很有争议的。几年前，有一位很有名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他也想要发一个什么什么币，然后行销全世界。这个最后没有做成，那我所知道的，这里面会有几千亿的银行。好吧，美国跟中国关系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现身美国总统川普就职典礼，但不像以往由驻美大使代表，而是指派国家副主席韩正以特别代表身份参加，是历来最高层级。美中关系开启新篇章，北京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我们始终认为，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期待。外界预期，川普对习近平先礼后兵，关税和出口禁令将伺机而动。外媒路透社随机采访台湾民众，有人认为中美鹬蚌相争，台湾或许能从中得利。不过，大陆学者认为，对于川普的招式，外界不会有2次震撼。在中美对抗不变的格局下，唯有台湾问题是美方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大陆当着美国的面把台湾拿下，那美国的所有的鸟都飞掉了。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默契的。川习通话让中美关系看似和缓，但这段蜜月期能维持多久，谁都没把握。蜜月期应该是维持到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啊，这一段前面可能是蜜月期，因为大家你来我往啊，塑造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互动环境。那川普说他希望前100天就去北京跟习近平碰面，但碰面要讲什么？讲什么很重要啊，双方有没有默契？因为事情要做很多的一些幕僚功课。但是现在的川普实际上是回到100多年前，19世纪末。为什么？19世纪末的美国是大幅扩张它的领土，往西走，然后呢往南走，然后呢这跟这个相关的这个边界呢极力的扩展。同样的，过了这到现在21世纪的中叶中叶，它是一样采取扩张主义，格陵兰也好。然后墨西哥湾也好，甚至呢相关的这个运河，他希望通通变成一个美国的管辖的范围里面，所以看到他的整个的思考是非常非常的传统的，甚至回到他童年时代的那种情境的美国，他觉得那个时代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国，是一个蒸蒸日上啊往上走的美国，所以你看他是80几岁了。所以他现在回到他过去那个荣光，所以他今天讲说美国的这个高光时刻 Golden Age 就要来了。所以我们要看，就未来的1年，他的 Golden Age 到底从哪里下手？可以看得出来，他第一步是要解决的是跟俄罗斯俄乌的战争，希望他说他越快结束越好。所以他在短期内之内，希望先跟普丁呢要见面怎么来解决这个战争他已经放话了，就是你双方都要妥协。我觉得他在整个外交顺序上面，第一个，如果他先解决了俄国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我觉得第2步呢就是谈到习近平。但是台湾到底会变筹码，还是棋子，还是什么？其实很妙的是，他从当选到现在，其实基本上没有在谈任何台湾议题。
佩洛西几乎没有对这个任何的发言，只是说这个要多买武器啦等等，但是很少谈到实质的政策。所以台湾的问题，大家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不是观看台湾就是比肩大吗？我觉得是要看他跟习近平的互动之后，他再决定台湾问题，他要怎么去处理它。当时有记者问他说：“如果老共打台湾，你会不会去派兵保护台湾？”我永远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他就说我不回答我才有弹性，我回答你我就没有弹性了。来，志璇，川普讲到台湾，我印象中最近的一次可能会是那个占10%军购预算。这个是我最近的一次这个印象。我觉得川普的演说，如同刚伟汉哥讲，可以讨论1个礼拜，但主要还是分成2大块。第一块，美国国内的政策；第二块才是外交。第一块你可以看到，其实他讨论的就是他选举过程中不断的去表态的，他主要的价值，不管是这种同性啦，或者是移民政策、他边界的议题等等。外交的部分，我不知道会不会像是北京所判断的先软后硬，但我倒个人觉得比较是间接式的。不管从巴拿马或者是格陵兰，在我的看法，其实它都是冲着中共去的。当然，最重要的重点是符合美国最大利益，如同刚刚宜信委员讲了，他的这个商船、货运、航线等等，这是他首要考量。但是第二个，我觉得也呼应到他的这个就职演讲的这个内容当中，他说什么对付唯一的敌人，这敌人到底是谁？我认为首要头号敌人绝对是中共。所以不管是巴拿马或者是这个格陵兰，我觉得都是在呼应中共。那台湾议题这个绝对是回避不了，只是他现在目前第一步，他先不去触碰。你说48%的商船经过台湾海峡，现在的晶片90%是跟台湾买的，这站在川普的立场上，他怎么可能不碰这个议题？只是时候未到而已。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其实川普还签了个行政命令，我认为有争议，对台湾影响最大，就是呢，将以后在美国出生的小孩不是美国人，对，美国是属地主义，这里在美国出生就应该是美国人，他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这样写的，那川普说写的不够清楚，并没有说美国可以管辖的人跟美国不能管辖的，所以这些人是美国不能管辖的，所以不算，宪法修正不算，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问题了哈。那另外呢，这个韩国瑜哈，那么他们原来是因为从室外改成室内，室内很小嘛，所以根本进不去了哈。不过他们也进去了啊，也到国会山庄了。不过呢，是在那个体育馆啊，什么那个贵宾室看哈，不过也不错了，也进了国会山庄了。他跟那个驻美代表于大磊哈。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呢，一直强调说外交部啊还不错，至少让他们到了国会里面去哈。那另外呢，其他人在体育馆的包厢了哈。看这个川普就职典礼哦，到底在什么地方看？我们看一下。立法院长韩国瑜与驻美代表于大雷开心合影，在美国国会山庄的游客中心解放厅观礼川普就职典礼，成功擦边球进入国会大厦观礼。一直都有密切的安排，所以我们就不太宣布。我们也希望，这么努力的安排，不要将来有些不愉快的发展。全世界看到台湾在这次的盛会没有缺席。那相关的细节，我就都顺利了，就这样。压线受邀进入室内，行程堪称保密到家。川普在圆形大厅就职，不过因为场地人数限制，在典礼结束后也到解放厅讲话。这边有美国各州的州长，也有各军种的高级将领，也有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团，也有企业界，在我们这个区块，他居然出来以后又做了将近40分钟的演讲。他也是非常代表着 Part 2。川普总统在圆顶大厅的就职典礼仪式结束后，也亲自来到现场致意，并向与会的贵宾发表谈话。而韩院长领军的祝贺团兵分2路，因为有拿到4张包厢贵宾票，立委汪定宇、柯志恩、陈昭之则是在华府体育馆观看直播一睹 VIP 包厢景致。Mission Impossible 几乎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呢，就全部的整装完毕，跟美国关系其实维护的相当的不错。肯定台美关系，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发文祝贺，表示台湾期盼与美国政府合作，自然祝贺团也很拼。加油！谢谢院长带队。韩院长一身黑西装，还打上可爱的黑色领结，晚宴参加美国退伍军团协会举办的贵宾酒会，把握机会跟贵宾换名片，而每一位参加的立委也都是盛装打扮。来，这个以信，你对 Washington 那边很了解，到底他们在什么地方看？
首先对于这一次到美国看川普第2次就职这个过程给一波三折那中间外交部我相信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这个要予以肯定。那现在呢，在看到他这次的就职，主要移到室内是在国会大厦里面，所以你刚才看到我们驻美代表于大雷跟韩国瑜院长，他们应该是在那个 building 的里面啦。但是在那个 building 里面也还有分不同的场地，像川普自己宣誓的地方是在那个圆顶的底下，那个是他们相当有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我看他们于大雷跟韩院长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在他1楼，然后游客中心那个空间比较大的地方，因为那个很多人要去参观那这个地点距离我们其他的立法委员去到 Capital One Arena， 这一个是一个体育馆，它这个体育馆的所在地点其实蛮特殊的。美国国会跟白宫其实呢相当的距离。Pennsylvania 宾州大道呢是连接的。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他有一个 parade， 就是要从美国国会大厦一路游行往白宫去。那这个 Capital One 正好在中间啦，那它那个旁边就是 Chinatown， 我在华府的办公室就在那隔壁啦。所以这个 Capital One 它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场地，容纳1-2万人。那我们看到其他的委员在那个地方。那川普他是就职完了之后，然后再到那个地方去参加 parade。因为 parade 的人都准备很久了嘛，他们不可能说今天你突然取消，大家都打这个收包包回去。游行没有了。那游行本身你还是要办，因为这些人准备很久了。他们就在里面走不在外面。对，不就在那个它里面就是体育馆嘛，所以它跟体育馆可以走。意思走一走，表示我美国政权和平转移，因为那个很重要，这不是一个政变，和平转移，所以它也行有历史。那我说这一次我们在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参加这一个活动的本身其实1天就过去了。再过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拉近美台之间的关系，现在才是重点。今天韩院长在那边，然后我们的立委在那边。昨天参加这个仪式，其实没有多少是我们能够有扮演上角色的地方。但是今天然后拜会美国的行政官员，新的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的行政官员，我们见不见得到，能够谈什么？然后再来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参众议员，现在国会刚上来，那能够见多少？接着明天还要到智库去，那些智库会怎么样来看待未来的美台关系？我觉得都是这个时间的重点。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来一下，我想补充一下，因为游客中心听起来像一般游客去的地方了，但是因为它国会山庄其实那一整天全部都是封锁，而且它其实周边区域都是封锁。那过去其实因为它总共其实本来邀请将近25万的人都有拿到这个所谓的观礼票。那其实观礼票来自2个管道，第一个管道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就职典礼的委员会第二个管道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每一个人都有这个100-200张可以去发放的所以其实能进到这个国会山庄只有大概1000个人上下，是非常难得。你想22万的人要挤进大概1000人的一个场地里面所以它是特别经过精挑筛选。但是另外，你说这个运动场，其实运动场最多只能坐22000个人，所以无论是运动场或国会山庄，其实都是一票难求。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外交部是有释出努力，而且发挥一些管道的一些影响力，去确保说这个院长可以进到国会山庄里面进到他的贵宾室，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团员可以到这个包厢里去观礼。但我其实必须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韩国瑜院长率团跨党派团去据我了解会见到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行政官员重要的行政官员，也会见到这个所谓的智库学者，还有一些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人。但我觉得重点是后续，其实这只是第一步而已。第一步你要去谈什么？其实后续我觉得川普政府所看到的就是你要怎么付出行动、落实行动，对中国一样，对世界人、对台湾一样。所以未来即便台美关系大家已经开始有一些好的迹象发生，但重点就是接下来要怎么走，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拭目以待的部分。他发了25万张，然后只有几万人能够2-3万进，那剩下人去哪里？剩下很惨啊，甚至于现在很多共和党的那个媒体的网站全都在讲说，因为饭店价钱贵啊，这个大家一票难求嘛，所以饭店价有时候去住个2星级饭店、3星级饭店，付了几万块台币啊。所以这些人要退票这个甚至于要退房，就后来退不了，所以很多人其实后来就在街头自行去做一些庆祝的活动啊。因为本来华盛顿 DC 的旅馆就蛮贵的啦，就蛮贵。你去参加过3次？我去参加过3次，那结果都怎样？都在户外，非常冷。那有一次最近
那是要金溥聪当代表的时候，当大使的时候。最近有多近？哦，就看得到哦。而且那时候所知道，在那个包厢里面啊，进去里面啊，一张票要100万美金才能进去，才能够进去啊，就少数几个大亨才能够买票进去那个上面。我们大概就是看起来可以远远如果有望镜是看得到的，但是其他的2次都没有，就坐了好远。然后呢，望远镜都看不到，都看不到，就很远。然后它是加荧幕，加大荧幕让你看。好，在交接的过程当中，那我就发现到说，对我们来讲最辛苦是什么？第一个，它温度非常低，大概2度上下。有时候今年更低，今年更低，零下10几度。我们去的时候大概2度，下雨那更冷。然后你穿什么的感觉不够，就想去尿尿，你知道吗？尿又很远，总要走40分钟，去了回不来40分钟啊，要40分钟，厕所离他们40分钟。所以金溥聪当大使的时候，他是创第一次，我去了这么多次，应该是3次，要他第3次，他每一个人发1篇纸尿片了。就说你都没这敢扣啊你了，你没这敢扣了，所以是很贴心的，很贴心的。你有带吗？我没有带，我还看你啊，那时候还看你啊，所以没有。不要少喝水了，那时候大概少喝水，就要少喝水，因为实在太冷了哦。然后呢，所以他们提到说我还要到国会里面什么等等，我参加奥巴马的，我参加小布希的。那个是人山人海，几十万呐！奥巴马时候号称不止25万呢，比25万还多哎，人更多哎，全部挤得满满的。但是呢，就在于说我们去那里的时候，就看荧幕呢，跟在台湾差不多吧，就看个荧幕你也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好远。台湾看电视更清楚。对啊，只有金溥聪那一次，他是把他的驻美代表处的人都晚上不睡觉去排队。去排队把我们抢的比较好的位置，所以那一次坐得最近。金溥聪那一次他做得非常好。你又不能不去了，去有时候就是行礼如仪嘛。我现在请教李信啊，这个 Capital One Arena 哈，我们的中文翻译都讲第一资本，你不觉得奇怪吗？应该是国会第一运动馆嘛？没有，不是，它是一间银行。Capital One 是美国一个大银行，它是银行任命的，资助的是吧？对。Capital One 是银行，他花钱盖的，可能他花钱去买那赞助的那个位置。对。但是分成第一资本也有一点奇怪。老美资本主义国家，我是说翻成中文，中文应该不是第一资本。对，好了，那现在就是说，因为气候关系临时改变了室内户外。是让我们的驻外单位就是临时有一点，就是说额外的挑战，就是说很难处理哈。但是终于最后票也搞大了，不错了。而且就是分成你进了国会山庄，但是没有去那个圆形厅，然后其他的人去那个 arena， 但是我觉得有2个人的反应啊是有一点不当。我觉得第一个是彭文正。你彭文正，你嚣张的太早，你耀武扬威的太早啊！你说我可以做到这个啊，你们外交部不行。那后来没有声音了。那第2个就是你们民众党派出的陈昭姿委员啊，我觉得他见识不够广。他说我没有想到我一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看这个场面，那高兴的不得了。言下就开始赞美外交部，说我给他2000分呢。民众党听起来你不觉得有一点奇怪吗？派这样的人去参加代表团，怎么是2000分呢？这个只是说你这个代表处尽了就是尽了你的本分结果呢恰如其分啊，不加不减，可以了，过得去，就是这样这么的，哪来的2000分呢？他为什么会讲2000分？我跟大家报告，因为其实刚刚纵观所有来宾讲过的都知道了哈。以往我们的团就是在25万人当中。对不对？在国会山庄的茫茫人海当中，远远看上厕所都要半个小时。但因为大风雪的关系，上个礼拜6新闻一出来，确定改成国会山庄，只有内部数百个人，可能是1000人左右的时候，哇，是不是不用去了？还一度传出说可能就不用去，因为跟韩国院长进不去，那不是反而自讨没趣吗？但是出访团还是绝对出发。其实那个时间，外交部应该就有信心，有办法至少拿到那个 Capital One Arena。至少有体育馆了，可是后来再加上于大雷的这个大使跟这个韩国院长到第2现场，观众朋友很简单的，就是3个现场了。简单讲，不是20万人取消以后，1985年那一次因为大风雪，所以雷根那一次也是在室内，其他都没有，这20年来都没有嘛。这叫第1现场，就是刚刚以信讲的国会山庄的圆形大厅。
里面原本说400个，后来好像多了一点，就是你看这个拜登还坐旁边嘛，国会议员就535个，对，那他还有很多的这些官员嘛，好 ，OK， 这个现场叫第一现场，而同样在国会山庄的内部，那个叫解放厅旁边完全因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有出现安全意外嘛，他整华盛顿特区整个都交管，你看他们还要坐捷运去。第二现场就是这个韩国院长跟大使的，他也在国会山庄里面啊，所以那是第二现场。而且观众朋友，那个川普总统在宣誓就职，他有到这个现场跟所有人，然后我看韩国瑜是说他有讲了30-40分钟的话，好，所以那最后第三现场就是这个。好，就是这个 Capital One Arena， 有点像我们台北小巨蛋，或是像高雄巨蛋比较更的，15000到2万人。你要注意哦，他们去不是说找到一个位置而已，他们拿到了一个 VIP 的包厢，所以真的不错。所以陈昭之委员会觉得说，原本以为什么都没有，但后来能够到这个包厢，确实不错了。这次的规格确实不低。2000分，他可能满分3000分，我帮他讲一下，及格。